大家好啊，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21世纪初为什么会有一股巨大的资本洪流涌入中国，而且这股洪流又是怎么彻底改变了全球的经济格局？很多人觉得这不就是个世界工厂的故事吗？但其实背后远比这个复杂。今天呢，我们就来挖一份很有意思的研究报告，看看这股外资洪流到底是什么构成的，又是被什么给驱动的。好，咱们开始吧。哇，先看这个数字619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是中国在2004年底手里攥着的外汇储备。这个庞大的数字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所有故事的舞台，它不只是一个数字，更像是一个经济谜题的开端。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真正想搞明白的核心问题：中国的家底，也就是外汇储备，为什么会突然爆炸式的增长？而且在所有类型的外汇资本里，为什么中国好像就独偏爱某一种？咱们今天就来当一回经济侦探，一层一层的把新闻头条背后的真相给挖出来。好，谜题的第一块拼图来了，外国直接投资，也就是我们平时老听到的 FDI。简单说，这是真金白银地来投资建厂、买设备的钱，是打算长期留下来的，而不是那种炒一把就跑了热钱。你看这张图，简直是一目了然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FDI 也就是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吸收的所有外资里就占了绝对的大头。但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是它的稳定性。你看，就算是在亚洲金融危机那会儿，其他类型的资本都吓得赶紧往外跑，但流入中国的 FDI 居然几乎没受什么影响。那么问题就来了，这是砸钱进来的大金主到底都是谁呢？你可能下意识就会想，那肯定是中国货卖给谁，谁就来投资嘛，美国、欧洲，对不对？答案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这张图就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中国 FDI 的大头长度60%，实际上来自它的亚洲邻居们，比如香港、日本和韩国，而美国和欧盟呢，加起来也就占了15%左右，这就完全颠覆了咱们的普遍认识。换句话说，来中国投资建厂的主要不是那些买中国货的大客户，反而是咱们供应链上的这些邻居们。好， FDI 的故事我们大概清楚了。现在咱们来看这个谜题里更让人挠头的第二部分，外汇储备为什么会突然暴增？大家看这条时间线，你看2001年之前中国的储备增长还算平稳，到2001年就像一个关开被按下了，之后这个增长速度突然就起飞了，变成了一条非常陡峭的攀升曲线。所以到底是什么点燃了这根导火索？这儿就是剧情大反转的地方了。这张表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事实：储备激增的幕后推手，既不是我们想的贸易顺差，也不是刚刚说的稳定的 FDI， 关键在于一个叫非 FDI 资本流动的东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大家看，2001年之前，这部分钱平均每年还在往外跑，流出530多亿美元。可之后呢，哗了一下，反过来每年往里冲180多亿。这一来一回，每年就多出来700多亿美元的神秘资金涌入中国，这才是真正的大头。那么，每年这几百亿元美元的神秘资金到底是什么呢？研究报告分析了2种可能。第一种就是投机性的热钱，说白了就跟炒股一样，全球的投资者都在赌人民币要涨价，所以想方设法把钱弄进来，换成人民币，等着升值赚钱。第二种呢，听起来有点技术性，叫汇率估值效应。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当时美元在贬值，但中国的外汇储备里不光有美元，还有欧元、日元这些。当欧元、日元升值的时候，你再把它们换算成贬值的美元来记账，账面上的总额自然就变多了。好了，知道了这些背景，我们就能来审视一个特别流行的说法了。这个说法就是想解释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干。咱们来看看这个说法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这个流行的说法是啥呢？就是说中国在下一盘重商主义的大棋。什么意思呢？就是故意把人民币的汇率压得很低，这样中国的出口商品就变得超级便宜，好去占领全球市场，顺便还能攒下一大堆外汇储备。这个解释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有道理，特别符合直觉？
但是咱们刚才看到的数据好像不太支持这个说法，咱们一条一条来看。第一，如果真是为了对美国、欧洲出口，那为什么最大的投资者反而是亚洲邻居呢？这逻辑上说不通啊。第二，储备暴增是2001年之后的事，但中国的出口热潮早就开始了，时间点对不上。最关键的是第三点，在9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更能反映真实市场情况的黑市汇率，甚至显示人民币是被高估了，而不是低估。那如果不是这么简单的大棋论，中国为什么这么偏爱 FDI 呢？报告里给了3个更地气的解释。首先是政策引导，说白了就是开正门堵偏门，给 FDI 各种税收优惠，但同时又严格限制那些短期的投机资本。其次是制度现实，当时国内的银行体系钱主要还是给国企的，很多有活力的私营企业想拿钱很难，那怎么办呢？就只能通过跟外资合作来融资。最后是治理优势，对外国投资者来说，直接在中国建厂运营，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钱有更大的控制权，能更好的在复杂的体系里保护自己的投资安全。那么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攒下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份给整个国家买的超级昂贵的保险。但这份保险啊，它是一把双刃剑，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底气足啊，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安全垫。这些储备够支付53个星期的进口，是短期外债的10倍还多，甚至在关键时刻还能拿出来救助银行系统。但代价也相当高昂。首先是机会成本，就是说这笔钱本来可以拿去做高回报的投资。同时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如果未来人民币升值了，那这些用美元计价的储备换算回人民币就会面临账面上的损失。这个报告的作者啊，在2005年是这么总结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在管理金融全球化相关风险方面做得很好，但重大的挑战依然存在。这句话可以说是非常精准地概括了中国走出的这条独特道路的复杂性。这也就给我们，也给所有人留下了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可以说是非常巧妙地驾驭了金融全球化的第一波浪潮，但是随着世界经济格局不断变化，它这种独特的模式还能不能适应下一轮的挑战呢？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也是我们理解中国未来经济走向的关键。